国营昭和纪念公园内有2处长相截然不同的银杏并木，一处是靠近西侧昭岛口自然生长的银杏树林，另一处则为较常出现在网友照片画面，靠近利川口运河边两侧几经修剪的银杏树林。为了配合这次到昭和纪念公园欣赏银杏，特别在前一天就已入住东横利川站北口，为的就是可以不用着急赶车，吃完早餐走着晃一下就可以轻松抵达。虽然红叶情报资料显示今年建景时期已过，望着园内突出围栏的巨大银杏树，心中仍存有一丝丝的希望。虽然不是最佳时间，但总还看得到吧。银杏季期间提早开放的西利川口，距离原认知的利川口竟有约 1.2 公里之遥。为了提早入场，无奈情况下，只好迈开步伐向前齐步走了。这段路约需步行20分钟的时间。由西利川口进入，地上的指标即会将游客导向最近一处的银杏并木，即靠近西侧昭岛口自然生长的银杏树林。行于其中，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臭味，此为银杏果落的遭人们踩踏发出的异味。此处的银杏并木建寝之时，枝叶丰厚，密布可达蔽日状态，但此时立于树下，可见蓝天。躺于地面的树叶多于枝芽之上，红叶情报显示的资讯果然准确无误。地面叶子多于树上之时，银杏结果已四处散落，前述那种淡淡的臭异味则满布四周，更甚者因鞋子也踩的都是味道，致使回到住宿处异味依然久久无法散去。既来之则安之，虽然未逢建寝之时，但此情此景已着实羡煞许多人了。尤其老天又特别赏脸，在未及10度的寒冷气温之下，给了个阳光强烈无比的好天气，心情感觉顿时愉悦了起来。日本的大型公园内都会有一个标准配备，无论是之前去过位于葛饰区的水源公园，或是此行拜访的昭和纪念公园、代木公园等，园区内都会有一个超大草坪的配置。在日本见过的超大草坪维护状况，几乎都是地形平坦，绿草修剪整齐，平时可供民众携家带眷于此奔跑玩耍、郊游野餐，若有群众需要，还可以举办园游会等大型活动。草地的另一项隐性需求，则可作为紧急危难的集合地点。昭和纪念公园的大草坪有多大呢？面积广大到就算知道对面在办欢乐活动，都觉得还是坐下来望望远方就好了。这一来一回不耗个30分钟的时间，怎能了得？配合着春夏秋冬的季节需求指数，可以在1年4季都能常保各式树木生意盎然，或者展现其季节性的色彩特色。面积广达165公顷的园区，若是想要靠2条腿在其中步行慢走，或许还真是平时就要有些锻炼才行。不想走路的人可选择在利川口、西利川口与沙川口等入口处租用自行车代步，并透过人车分道的安全骑乘模式畅游整个公园。租用自行车代步除了需要骑行于专用的自行车道外，停车时亦需要摆放在园区规定的范围内，且不可任意停车或是将车子骑入非自行车道外。园区既然定名为昭和天皇的纪念公园，除了在利川口那端设置了昭和天皇纪念馆外，亦于园区内辟设了一大区的日本庭园。若非特别的指示路牌提醒，走到这儿还真没注意竟是日本庭园的入口。日本庭园里园中有院，园内设有一处盆栽院，里面摆放许多奇珍异木的植物盆栽，但最吸引我的反而是此处盆栽的养护者，身着一袭恰似古代布衣的白发长者，手持长耳铜壶浇水的专业模样，套句现代年轻人的用语库。院，古代养禽兽植林木的地方。园区内这个散发浓浓日本风味的庭院，是日本战后东京周边首都圈所建造最大规模的日本庭院。日本庭院的园区实在太大了，走累了找个凉亭坐下来休息喝口水，没想到随便往外望都是如此美丽的景象。除了自行车外，园区还有采定点停靠绕行的公园小火车，提供游客买票上车游园，乘车券则分为单回券与1日券2种。昭和纪念公园除了前述靠近西侧昭岛口自然生长的银杏树外，靠近利川口运汉区两侧的银杏树亦为银杏之名赏区。运河区两旁的银杏树可能为了配合周边景观设计，银杏树均被适当的修剪成一致树形，这等景象与其他地方的银杏赏景相较果然独树一格。虽然运河区的银杏树已如红叶情报显示，许多银杏树均已呈现落叶状态，
但树林两旁最前面几株都还保持健寝状态，托他们的福的一见是如此美妙的场景。一大排银杏树同时变色，在阳光照射下反映出的这种一片黄澄澄的自然景象可不多见。国营昭和纪念公园是一个综合性的公园，并非红叶期间才值得游赏。此处樱花季也有相当可观的各式樱花可以观赏。爱打球的人园区设有各式球场可利用，园内的儿童游戏场更是广受小朋友欢迎。有空到日本的朋友，欢迎安排时间前往郊游、野餐或游憩。